一口气看完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，唐朝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。公元626年，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他就是在后世有着广泛赞誉的唐太宗李世民。唐太宗所在位的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，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。在此期间，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高昌、燕齐、西突厥、薛延陀、高句丽、龟兹，甚至可能还包括对印度用兵的胜利，活捉草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东突厥的颉利可汗。公元630年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全部归顺，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，意为天下的共主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一位帝王被周边的游牧民族如此尊崇，十分罕见。唐太宗李世民把大唐的历史引领向了一个连后人也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他以武立国，以文治国，成为文治武功并盛的伟大帝王。他以史为鉴，求显大见，劝课农桑，胸怀天下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，成为千古一帝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。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，他从小聪明伶俐，胆识过人，弓马娴熟，武艺超群。当时父亲李渊为隋朝地方官员，少年时期的李世民便跟随父亲迁居长安等地，阅历丰富。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全国形成了3个农民军集团：李密、翟让领导的瓦岗军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，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。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。唐国公李渊、武威富豪李轨、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，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。公元617年，李渊从济阳起兵反隋，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，18岁的李世民担任右领军大都督，统帅右军与隋兵作战。他一路斩官夺爱，屡立战功，斩杀隋朝将领宋老生，大破自称西秦霸王薛举的10万大军，又以伏兵大败隋朝将领段达的1万大军。短短5个月的时间，李渊就攻克了长安。占领长安后的次年5月，李渊称帝，建立唐朝，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封李世民为秦王。当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，危机四伏。唐朝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，李密、杜伏威、窦建德等农民起义领袖和王世充、宇文化及等军阀仍有很大的势力，他们或独霸一方，或挟隋朝皇室发号施令。此时，李渊已经贵为天子，不便领兵亲征，李建成为太子留在长安协助料理国事。如此一来，统一全国的重任就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肩上。公元618年的年底，李世民采用坚壁不出、疲敌制胜的策略，出奇制胜，大败割据陇西的势力薛仁杲，薛仁杲被押回长安斩首。公元619年，唐军占据有利地形后，李世民坚壁不出，养精蓄锐，再次后发制人，疲敌制胜，大败刘武周势力的宋金刚军，捕杀数万人。刘武周逃往突厥，后被突厥人所杀。公元620年，李世民率军东征王世充，王世充不敌，被包围在洛阳。在李世民的不断合围之下，河南50余州相继归降。困守孤城的王世充弹尽粮绝，陷入绝境。走投无路的王世充派人请求河北的窦建德前来救援。窦建德出动10余万大军来解洛阳之围。面对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势力联合，李世民麾下的众将大多建议撤军，但李世民却认为，若能将夏军的有生力量一举歼灭，洛阳将会不攻自破。李世民一面命唐军主力在洛阳城外严防死守，一面亲率3000余轻骑昼夜疾驰，赶在窦建德之前抢占了决定中原战局的生死命门虎牢关。面对来势汹汹的窦建德大军，李世民坚壁不出，直到敌军因饥渴而导致阵型涣散的时候，大军突然杀出。李世民率骑兵冲杀至窦建德的阵型后方，将唐军的旌旗高高竖起，10余万夏军骤然崩溃，窦建德被活捉。王世充自觉大势已去，开城投降。李世民仅凭虎牢关一战，所获疆土几乎占到唐朝天下的一半，而且赢得了一众关东士族豪杰的归心。在这场长达10个月的大战中，一贯身先士卒的李世民多次身陷重围，命悬一线。唐高祖李渊认为历史以往的官号都不足以彰显李世民的功绩，特意创造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，封给了李世民，并将李世民敕封为唐朝东部领土的实际管理者，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即天策府。
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，经过东征西讨，最终统一全国，成为了众多皇子中的佼佼者。此时的李世民年仅23岁。公元622年，刚刚平定的河北地区再度燃起烽火，起因是唐高祖李渊将俘虏的窦建德处死。原本已经归附唐朝的窦建德旧部纷纷起兵叛唐，为恩主报仇雪恨。在夏军中享有神勇将军之名的刘黑闼担当起了反唐领袖的重任，他聚众起兵，并迅速席卷河北全境。李渊迫不得已，再度派遣李世民出征河北。李世民率领东征大军，倚仗明水的险要地形，坚壁不战，在挫伤敌人锐气的同时，又派出骑兵截其粮道，致使敌人的军粮很快耗尽。陷入困境的刘黑闼大军不得不寻机决战，殊死一搏。但李世民早已料到，等到刘黑闼的2万人马要渡过明水与唐军决战之时，李世民果断下令决堤放水，敌军溃不成军，河水又汹涌而来，刘黑闼的人马无法过河，被杀死1万多人，被淹死几千人。刘黑闼带着1000多人逃往突厥。此次战役，叛军的有生力量几乎丧失殆尽。李世民再次大获全胜，河北之乱就此平复。李世民又一次凭借赫赫战功树立于世人面前，许多英豪志士纷纷投入其麾下。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下，中原王朝政治权力的传递大多遵循着一个基本制度，那就是立嫡立长。在选择继承人时，无论品学与才能，仅以出生的嫡庶和长幼顺序为准则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嫡长继承制虽然能在皇权的传递过程中减少纷争，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，但也往往因为不能保证统治者的能力，而导致社会动荡等事情的发生。尽管唐朝已经确立了太子，但混合了鲜卑血统的李氏皇族却似乎并不被中原的礼教所束缚。随着秦王李世民功名日盛，导致太子李建成的猜忌，朝中大臣陆续分成了2派。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早已不是朝野间的秘密。面对东宫与秦王府之间愈演愈烈的储位之争，唐高祖李渊却始终无法将生杀予夺的铁腕归向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反而煞费苦心地维持两方的利益与平衡，最终酿成了惨案的发生。唐朝建立的第2年，爆发了著名的刘文静案件。担任李世民谋士以及将军的刘文静，因常年与李世民征战在外，逐渐成为早期秦王府里辅佐李世民的第1号人物。虽屡建军功，却一直位居宰相裴寂之下，逐渐与裴寂产生隔阂。某天因酒后狂言，声称定要斩杀裴寂，结果被小妾告发，被唐高祖李渊以谋反之名定罪。事发之后，李世民向李渊求情，希望看在刘文静辅佐起兵的功劳上，对他网开一面。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刘文静被以谋反之名论罪处死。得知刘文静被处决后，李世民久久不能释怀。创建还不到2年的大唐王朝内部开始出现了第一道裂痕，裂痕的两边，一边是代表武将集团的李世民，另一边则是代表文官集团的李建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道裂痕也在无声中慢慢扩大。公元624年，爆发了著名的杨文干事件。据《新唐书》的记载，太子李建成趁李渊带着李世民去仁至宫避暑的机会，勾结自己的死党庆州都督杨文干，阴谋发动政变。然而，负责送盔甲给杨文干的尔朱焕和乔公山在极端的恐惧之下，主动向李渊报告了这件事情。李渊赶忙召李建成觐见，阴谋败露的李建成只得前来认错。同时，李渊坚持让李世民亲自征剿叛军，令许诺得胜还朝后废掉太子李建成，改立李世民为太子。结果仅仅4天的时间，李世民就把这起叛乱彻底平息，杨文干死于部下之手。然而，当李世民班师回朝之后，宫廷内外却一切如故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李世民依旧只是秦王，而太子依旧是李建成。李渊不但没有兑现自己改立太子的承诺，也没有对太子李建成有什么进一步的惩罚，反倒是下令流放了一批皇子府中的谋士门客。除了太子府的人之外，还包括李世民手下重要谋士杜淹。这个事件本是太子谋反，处理结果却是兄弟不睦。李世民本是带兵平叛，却遭到部下被流放的处罚。唐朝有个人叫刘肃，他写了本《隋唐家话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：人望告东宫，在古代方位辞东，往往代表着希望、生长和繁荣。因此，在皇宫中，太子的居所被称为东宫。
有人认为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为了打击太子一党而一手策划的阴谋。杨文干事件后，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之间从此公开破裂了。公元626年6月29日，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前3天，北方突厥10万大军进犯唐朝边境，太子李建成便推荐与之交好的齐王李元吉前去抵御突厥的入侵，得到了唐高祖李渊的同意。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密谋，不仅要诛杀秦王李世民，还要将秦王府的武将全部诛杀。齐王李元吉请求将秦王府的将领派来跟随一同出征，再次得到了唐高祖李渊的同意。李建成计划先在出征仪式上派人刺杀李世民，然后在出征后活埋秦王府的部将。李建成这个堪称歹毒的计划，一直广为世人所诟病。不少人由此认为，正是这个要将李世民赶尽杀绝的计划，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事变的爆发。然而，李元吉受命出征前夜，李世民安插在齐王府的内线王志向秦王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消息。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密谋反击。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向父亲李渊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，告发了太子与后宫的淫乱之事。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宫廷之中难以启齿的丑闻，一旦泄露于天下，必然成为后世之笑柄。愤怒的李渊决定召集太子当面对质。公元626年7月2日的黎明，大唐帝国刚刚8年，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，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。玄武门是皇宫北面最重要的，同时也是距离皇帝最近的宫门，控制了玄武门，就等于控制了皇帝。王公大臣们如果要觐见皇帝，一般也都会经过玄武门。秦王李世民与他最精干的部将已埋伏在玄武门外多时。时年27岁的李世民策马立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情况不妙，但为时已晚。李世民出现在眼前，他高声叫住二人。仓皇之间，李元吉想要拉弓射杀李世民，然而慌乱之下，竟然3次都无法张弓搭箭，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，一箭射去，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。随后双方展开激战，李元吉也中箭落马。震惊帝国的政变持续了仅几个小时。大唐皇帝的第2个儿子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，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，史称玄武门之变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李世民被册立为皇太子。2个月后，开国皇帝李渊宣布退位，儿子李世民登上帝位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，年号贞观。此时，东突厥颉利可汗听说唐朝发生政变，大喜过望，率领10余万骑兵从荆州方向入口，在距长安城近40里的渭水北岸安营扎寨，同时遣使长安，企图刺探长安布防之虚实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，唐太宗恨不得马上与突厥开战，但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大唐天子，唐太宗知道自己绝不能草率行事。隋末战争的创伤至今尚未痊愈，国家贫困，民生维艰，不堪重负的帝国百姓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。而刚刚经历玄武门之变的帝国政局更是危机四伏，暗流涌动。一旦与突厥全面开战，内忧外患一并袭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为了国家能和平发展，唐太宗仅率高士廉等6人策马疾驰至渭水南岸，随后大将尉迟恭集结大军赶至太宗背后列阵。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大盛，不敢贸然交战。最终双方在渭水便桥之上杀白马，缔结和平盟约，史称渭水之盟。冒着巨大的危险，唐太宗终于劝退了突厥大军，但被迫签下的这个城下之约被唐太宗称为奇耻大辱。当时长安的兵力不过数万人，为了达成合约，唐朝不但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，而且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突厥大批生活物资。为了换取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，曾经意气飞扬的唐太宗也只能选择像父亲李渊一样隐忍屈辱。但这位年轻的帝王仍然决心改变这种无奈的现状。贞观初年，面临全国经济破坏，很多农民拿着武器流亡山野。李世民经常与大臣进行讨论，最后接受前太子的谋士魏征的建议，与民休息，轻徭薄赋，这也是贞观时期统治的总体方针。唐太宗是最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代君主，他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，深深懂得要加强中央集权，但避免君主独裁，要以法治国，不能以社代律。
要任贤大谏，不能是非拒谏。他完善了3省6部制度和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，健全了中央机构，筹建了一个高效能的宰相集团，并对很多统治的理论也与大臣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唐太宗曾经说过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谓也。”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很先进的。自先秦以来，皇帝自认天子是天命，而唐太宗认为皇帝是老百姓推选出来的，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。当时有一种君臣相得，如鱼得水，敢于纳谏，军民同心的政治氛围。贞观年间，李世民用人为贤，纳谏如流，识人善任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的优秀人才，文有魏征、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房玄龄、杜如晦，皆为忠直廉洁之士。无有骁勇善战的一代名将徐茂公、李靖、尉迟恭、秦琼等，可谓是人才济济，文武兼备。唐太宗依靠文武大臣励精图治，开创了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兴盛、疆域辽阔、民族和睦的新局面，成为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盛世，史称贞观之治。公元629年，贞观3年，在唐太宗的苦心经营下，大唐开始走向兴盛之路，帝国蒸蒸日上。于是，唐太宗派兵部尚书李靖和大将李绩领兵10余万讨伐东突厥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，李靖亲领3000精锐直捣东突厥的王庭，东突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最终7、8千人被斩首，协力可汗被活捉，降唐的突厥民众多达10余万人。西北诸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众归附，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，意为天下的共主。数百年来一直威胁中原民族的北方边患就此解除，南抵阴山，北起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，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也重新恢复了畅通。唐朝受到万国来朝以及开明大度的社会风气，领先世界的文明成果，引来四野八荒朝贺的目光。据唐六典记载，向唐帝国朝贡的国家累计多达300多个。唐太宗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王之王。成为东亚共主的唐太宗相继向西北、东西南等方向展开扩张攻势。公元634年，由于吐谷浑王慕容福允拒绝朝贡，并出兵袭击边境地区，唐太宗决心对吐谷浑用兵。时年已经63岁的李靖再次披挂上马担任主帅，在猛将侯君集、李道宗等人的配合下，唐军大破吐谷浑，走投无路的吐谷浑王慕容福允自缢身亡。吐谷浑全国投降于唐朝，唐朝在西北各部族树立起威信，也向西扩大了唐朝疆域的实际控制范围。公元636年，贞观10年，与唐太宗风雨同舟，共同走过20多个春秋的发妻长孙皇后突然一病不起，不久去世，年仅36岁。从13岁起，两人便结为夫妻。长孙皇后被世人公认为千古第一贤后，她一生温良俭让，无欲无求，贞观之治盛极一时。除了唐太宗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，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也是分不开的。长孙皇后突然离世，唐太宗失声痛哭，这段时间也是唐太宗哭得最多的一段时间。公元640年，由于高昌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内向唐朝入贡，并发兵袭扰，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，征召高昌王屈文泰入朝，但其称病不来。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攻灭高昌，纳入唐朝版图，大唐的威严再次扬名西域。公元641年，年仅16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，画上红妆。这位美丽聪颖而又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土，远嫁雪域高原。唐太宗为了保证大唐西南边陲的稳定，将自己的堂弟李道宗的女儿封为文成公主，下嫁吐蕃王松赞干布。陪同文成公主一同踏上旅程的还有大批的工匠、乐师、医师、学者等。他们从唐朝的都城长安出发，跋山涉水，一路西行，最终抵达吐蕃的都城罗歇，也就是从今天的西安到拉萨。他们的到来为青藏高原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是一幅由唐朝画家阎立本所绘，现藏故宫博物院，也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。它描绘的是在公元640年，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陆东赞到长安通聘的场景。左侧3人前为典礼官，中为陆东赞，后为通译者，
在这幅图中，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的焦点。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，目光深邃，神情庄重，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。抵达西藏后，文成公主将大批书籍生产工具、农作物种子、手工艺品、药物和工匠等带入西藏，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公元644年，贞观18年，由于高句丽联合百济攻打，并试图吞并唐朝的属国新罗，唐太宗决定进行讨伐。唐太宗以李继为辽州道行军总管，自己亲自挂帅，率领1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。长孙无忌、李道宗等猛将也随军出征。战争初期，唐军势如破竹，锐不可挡，连克敌军10余座城池，并包围安市。高句丽倾国而出，联合漠河，组成了15万的大军前来救援。此时，唐军因奋兵驻守以及后勤保障的原因，负责迎战的军队只有3万人。面对5倍于己的敌军，唐太宗创造了经典的围歼战。唐太宗率领4000名士兵登上山顶，亲自指挥。首先派突厥骑兵前去交锋，并且诈败引诱敌军，然后令李继率主力15000人正对敌军布阵，正面抵御敌军。并派长孙无忌率军11000人绕到峡谷，绕至敌人身后。太宗自己带兵4000人于北面山丘布阵。唐军3面兵马利用地形优势，竟把敌军反包围。高句丽阵型大乱，四散奔逃，兵败如山倒。在唐军的猛攻下，敌军被斩2万余人，3万多人投降。唐太宗下令坑杀了犯阵的3300名漠河兵，史称铸璧山大战。此战是李世民在战场上最后的高光。尽管已经当了快20年的皇帝，当年的天策上将锋芒依在。唐军大胜后继续围攻安市城，但因安市城易守难攻以及补给、天气等问题，唐太宗最终决定撤军。此次战役虽最终没有灭亡高句丽，但高句丽失守10余城，死伤5万人以上，被俘7万人以上，缴获高句丽的马匹、铠甲、兵器不计其数，已经严重损害了高句丽的国力。20几年后，唐高宗李治时期，大将李继、薛仁贵率军攻灭高句丽，纳入唐朝版图。公元646年，唐太宗派李继、李道宗以及归降的突厥首领阿史那设尔率军攻灭薛延陀，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。公元648年，唐太宗派兵攻灭西域反唐政权龟兹，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，西域各国大为震动，征送驼马和军粮给唐朝。公元649年7月，一代明君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寒风殿，享年50岁，在位23年，庙号太宗，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，葬于昭陵。唐太宗既是乱世英雄，又是治世明君，在他的统治下，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近乎于完美的时代，那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国家安宁的时代，那也是一个和谐向上的时代。